一命二运三风水，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。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汁命理讲堂。今天小酱汁主要给大家讲讲手掌5种富贵纹，年龄越大越享福。看手相是民间常用来判断命运吉凶的一个方法，从一个人双手的色泽、形状、掌纹可以看出其健康状况、性格和命运等等。一个人的气色好，手掌色泽明亮，纹路清晰，那么运气也相对极好。那么什么样的掌纹最好命呢？什么样的掌纹命不好呢？今天小酱汁就和大家说说。5种掌纹命最好。有贵人纹。在手相中，如果生命线内侧还有1条或者2、3条短浅的生命线，此纹也被称之为贵人纹，不仅代表身体恢复能力较强，而且命中贵人运极强，早年无所成的有大器晚成之意，中年以后运气才开始越来越好。若是贵人纹呈交叉状，在手相中这种手纹也叫做月带马。男性有此手纹则一生事业有成，遇到困难和挫折通常能够逢凶化吉，晚年名利双收，越老越富贵。女性若有此手纹，通常很有福气，不仅自己运势好，能帮夫旺夫，生活越过越红火。有不动产。手相中连接太阳线和事业线的横线被称之为不动产线，有此手纹的人获得不动产的几率很大。若是不动产线在手掌愈下方出现，那么表示得到房产的机会愈早，有可能是父母赠送或者是自己赚来的，可搭配其他纹路一起参照分析。如果有2条以上的不动产线，那么表示此人不动产运非常的好，可以通过搞房地产掌握更大的财运。有钱财纹。钱财纹指的是出现在无名指和小指根部的下面的一些细小的纹线，钱财纹和财运成正比。如果一个人的手掌中钱财纹数量越多，就代表生活中越有钱花，财源不断，赚钱门路多，从不缺钱花。有这种最好命的掌纹的人，一生财运很好，平时会时不时获得工作奖金、意外小奖、分红等等，让人羡慕不已。有元宝形状纹路。人的掌纹中有很多纹路，一般有3线主线和其他的一些1线辅助线。这些线如果构成古代的金元宝形状，即上面宽下面窄的梯形。元宝手纹代表着财富和财富，元宝形状越大，代表着财产就会越多。有些人手中出现大元宝里面有小元宝形状，这样的人也会很富有。婚姻线延长与太阳线重合。在手相中，我们一般通过婚姻线的条数和位置来判断一个人的婚姻感情状况。如果一个人的婚姻线延长与太阳线重合，那么这也是一种难得的富贵手相。有这种手相的男人通常事业顺利，在社会中具有一定的声誉和地位。若是女人有此手纹，代表着姻缘旺，能嫁给一个有钱的好老公，婚后旺夫，一生钱财无忧，生活幸福美满。命不好的掌纹。生命线断开。生命线是手掌中掌握自己生命的一条线，从这条线能够看到自己一生的转折点和将会经历的挫折。一般生命线都是连续的，如果有中断的现象，或者是纹路不清晰，那么代表着这个人的生命状况不是很清晰，容易得病，而且福禄比较浅薄，甚至会没有儿女。对于一个女人来说，若是子女缘浅薄，就表示很难会怀孕。川字纹。川字纹的手纹平时属于比较少见的类型，所谓的川字纹又称为生命线，感情线以及事业线各不相交，形成一个川字。拥有这种手相的人大多生活很艰辛，从小坎坷多磨，无法得到家人的扶持和帮助，对于自己喜欢的东西只能靠自己的努力去争取，打拼的过程十分艰辛。另外，这种手型的人通常都是能力平庸，做事不能持之以恒，半途总是会产生放弃的念头，注定一事无成。事业线从感情线分叉。感情线起于手掌的尾部基部之侧面，横伸向食指下方的木星丘部和中指下方的土星丘之间。
如果一个人的事业线从感情线的位置就开始分叉，说明这个人做事的风格都是那种比较夸张类型，而且和别人不太一样，做什么都是很努力，有精力，做事有自己的思想，还能够结合别人的意见，所以做事很容易成功，能够很好的利用自己的优势，掌握最一手的资源，所以人际关系很好，人缘好，很容易就能获得别人的认可，很有成就感。4. 没有神门穴。神门穴是位于手腕处的横纹，从这里反映出此人的子孙运势情况如何。如果一个人缺少神门穴，说明事业经常遭遇不顺，自身都感到自身难保，遇到事情总是表现得犹豫不决，常年在外忙自己的事业，但是儿女运同样浅薄，命势不好，很难改变，遭遇的坎坷比较多，婚姻也不顺。除了手中的掌纹，你会发现许多人的手指甲也是不同的，有人是圆形指甲，也有人是方形指甲，也有人是三角形指甲。那么你知道吗？手相中每种不同的手指甲都有不同的含义，隐藏着一个人命运贫富贵贱。接下来小酱汁继续和大家说说手指甲的秘密。1. 正方外形的指甲。如果一个人的指甲外形呈正方形状的话，这种人一般性格方面非常的正直，做起事儿来非常的认真负责，属于特别爱岗敬业的类型。待人处事方面也非常的真诚和用心，不喜欢玩弄虚作假，不论做什么都会付出自己最大的努力。事业心较强，收入也比较稳定，财运和收入状况良好。在感情中也是爱恨分明，不喜欢欺骗，所以也能赢得对方的真心，感情顺利。2. 长方外形的指甲。如果一个人的指甲形状呈长方形的话，这种人一般性格温和大方，做事不急不躁，非常的沉稳大气，而且心胸宽广，不喜欢斤斤计较，有着很强的责任心和担当力，敢作敢为，内心坚韧。男人长有此种指甲的话，胸襟宽阔，能力突出，在事业方面能成大器。女人有此指甲形状，事业心强，属于典型的女强人，不喜欢依附于人，性格坚强，异性缘也比较的好。3. 百合外形的指甲。所谓的百合型指甲，指的是指甲长得稍长，且中间部位较为突出，并且指甲的四周向内去，看上去如同百合片一般。这种指甲类型看上去非常的漂亮，比较常见于女性的手指甲。不过不论男女，长有此种指甲类型的人，一般性格非常的温和善良，有着很强的亲和力，人缘特别的好，特别的招人待见，朋友较多，桃花运和事业运都比较的顺利。4. 圆外形的指甲。如果一个人指甲形状呈圆形的话，这种人一般头脑非常的聪明，反应比较快，处事也特别的灵活多变，有着很强的变通能力，为人处事不死板，而且性格温厚，不喜欢争强好胜，属于那种踏踏实实做事的人，而且态度非常的踏实稳重，也特别的会照顾人。婚后非常懂得体贴和关心自己的另一半，家庭责任感比较重，婚后也比较顾家，感情稳定，家庭和睦。5. 扇外形指甲。所谓的扇贝型指甲，指的是指甲的形状下窄上宽，但指端部位呈圆弧形状。长有这种指甲类型的人，一般天生体质较好，身体素质好，不容易生病，而且做事执着而认真，有着很强的耐心和耐力，特别的能吃苦耐劳，只要决定的事情，不论再艰难，也会勇敢的去面对和完成。对待感情同样是如此，只要认准的人，就会勇敢而坚定的追求，对待感情非常的专一，属于特别务实的类型。6. 梯形指甲。与扇形指甲正好相反，梯形指甲的重要特征便是指甲的形状呈下宽上窄状，且指头部位的指甲线条较直。长有这种指甲的人，一般为人处事方面都非常的低调，性格也比较的内敛，做事朴实，属于非常务实的一类人，而且思维缜密，做事很有规划和想法，不会贪功冒进，喜欢一步一步的脚踏实地去实现自己的目标。在感情中也更加注重对方的品行，事业和财运一直处于稳步上升的一个态势。7. 凹凸不平的指甲。如果一个人的指甲一直看上去凹凸不平的话，这种对于自身的运势并不会有太大的影响。
但若是在某一时间内突然变成这样的话，大多皆由于近期的营养或者饮食不均衡所致，也代表着近期的健康状况不佳，身体方面会出现一些不好的状况，而且心思也会变得较为浮躁，做事缺乏耐心和细心，容易因为思考而坏事。狭长外形的指甲，如果一个人的指甲形状呈狭长类型的话，这种人一般具有艺术方面的才华和天赋，相比较物资而言，更加注重精神层面的追求和享受，想法也比较的不切实际，也特别的喜欢钻牛角尖儿，属于那种具有完美主义情节的人，凡事都力求完美，要么不做，要做就要做到最好。事业和财运一般发展较好，生死有命，富贵在天。虽然很多人不相信，认为自己的命运把握在自己的手里，但其实你的命运确实把握在你的手里，不过是在你的手相里。因为你的手相暗藏了天机，有着预示着你命运吉凶、富贵贫贱的信息，所以你是否富贵与你的手相也是相关的呢。那么在手相中，哪些特征属于好命有钱的手相呢？今天小酱汁就和大家说说。1. 掌纹深刻且清晰。手相的纹路通常能够表现出一个人的天资、性格、事业财运、走势和个人命运发展。手掌纹路多，代表的符号和信息也多。掌纹杂多混乱，预示此人一生运势多变动奔波。掌纹清晰的人大多精明，做事有章法，有自己的人生目标和规划。如果掌纹纹路深刻且清晰，通常有比较理想的财运，事业发展得很顺利，能够取得很不错的成就。2. 手财纹深长。在手掌感情线的上端有一条平行于感情线的纹，就是手财纹。此纹最易判断人一生的财富多少，能够发财或者守财。手财纹长代表入财多，守的财也多；手财纹短则代表入财少或者不易守财。手财纹深长的人通常是有很好的理财能力，会挣钱也会守钱，知道如何管理钱财，也是富贵的手相之一。3. 手如干姜，家道必昌。手如干姜主要是说手的握力，因为干姜的阳气最重，而握力靠的是肝的阳气。如果肝功能旺盛，那么这样的人一般具有强盛的生命力。有这种手相的人一般做事能力强，具有勇气、谋略，敢闯敢拼，富有冒险精神，敢为天下先，有不畏艰难的韧性。这样的人一定能够事业成功，取得非凡成就。4. 手掌肉厚，柔软有弹性。以掌面为中心，通过上面的纹路走向、分支符号和掌面上下左中右的位置，能够看出一个人的天赋性格、后天成就、父母子女、婚姻情况以及个人的命运趋势。手掌红润表示此人血气足，元气充盈，身体康健。受主阴主腹，手掌厚而富弹性，富光滑柔软，代表此人性情宽厚慈善，福泽深厚，福禄天成。有此手相的人是天生的富贵命，一生财运顺利，免于奔波操劳，晚年安逸。5. 多财富纹。在大拇指第二节纹与掌纹交界所形成的交叉纹，或一些斜纹形成的三角纹、菱形纹、钻石纹或者类钻石纹，可通称为财富纹。财富纹以见方格纹和菱形纹为最佳，不论横纹或者直纹，纹越多表示钱财积累越多，代表此人一生命中有发大财的潜力，而且这种人都很懂理财，能靠自己的勤奋积累丰厚的财富。6. 财运线深且清晰。财运线又名水星线，是出于水星丘小指根部的短竖线，是一条表示个人金钱运的重要线。财运线最好是如针一般的挺直，且没有其他的障碍线。如果一个人的手掌上财运线有几条，而且纹路非常的深且清晰，这样的人大多可能会财运亨通，财运顺利，身边也会多几个贵人相助，容易会大富大贵。7. 掌心凹陷，能聚财积福。如果把手掌比作聚宝盆，那么掌心就是聚宝盆的盆底。掌心的深浅能看出此人一生的财富积累程度。掌心凹陷的人能够聚财聚福，有这种手相的人也是天生的富贵命，是最容易发达的。
年少家底丰厚，自己的理财能力很强，年轻时有顺利稳定的事业财运，能积累下丰厚的财富，晚年幸福安逸。8. 多财帛纹。财帛纹也称为钱财纹，是指在小指和无名指中间下方的短小斜线。财帛纹寓意着金钱财物，这些纹线能体现一个人的福禄财运运势。如果这些线比较深且多的话，代表着此人财运旺盛，能够享荣华富贵。有这种手相的人，通过偏财获得丰厚的财富收入，生财有道。9. 五指长短有序，中指稍长。从手相学来看，五指代表着一个人的父母、成就、配偶和子女。五指修长，长短有序，间隙合一的人，各方面各有所得，福泽绵长。有此手相的人，天资聪颖，少时能得家人庇佑，衣食丰足，青年夫妻恩爱，子女缘深厚，一生运势平稳。其中中指稍长的人，说明此人善于算计，做事情缜密有条理，能挣钱理财，往往追求财富和权力，对自己的要求严格，也很容易大富大贵。10. 食指有3约纹。一般人在食指上面有一条横纹，叫做指节纹。如果有3条指节纹的话，叫做3约纹。这种人一生不缺钱财，财富往往都是由姻缘带来的。如果是女性的话，有很大的机会嫁入富贵人家，受夫家福荫，物质生活会有很好的享受，衣食丰足。男性的话，也能够取得有钱娇妻。总而言之，是大富大贵的手相之一。11. 太阳丘丰满高隆。太阳丘在无名指的根部，代表着一个人的财富、才能和生命等等。如果手掌中太阳丘丰满高隆，颜色明润，说明此人具有很强的经商理财能力，在青年时期就能够获得自己的事业成功。另外，有这种手相的人，大多性情温和、正派乐观，个性明朗，有较高的素养，通常有很好的人缘，晚年能得比较高的社会声誉和地位，衣食丰足，家庭幸福美满，属于大富大贵的手相。12. 木星丘饱满。木星丘位于食指下方，代表人的意志、欲望、地位和权力等等，主要反映一个人的信心与权力欲望和物质欲望，同时还反映一个人的进取精神与好胜心的强弱。木星丘饱满明润而富有弹性的人，大多热衷名利，自负骄傲，充满雄心斗志，对权力和财富有强烈的欲望，能够凭借自己的智慧和能力，在财富地位上取得出色的成就，往往有成为富豪的潜质。若为女性，也会是女强人的性格。以上有此手相特征的人，一生好命又有钱，真的是令人羡慕。而在现实生活中，并不是每个人都有好的运气。那么在手相中，什么特征影响了自己的财运呢？接着往下看。1. 指缝过宽。在相学中，手是长财聚财的地方，若是一个人的手指缝比较的宽，则这样的人多半花钱总是大手大脚，也聚不住财，从而导致自己钱财流失。缝隙越大，则这样的人破财的现象也会越大，属于典型的破财相，赚不了大钱，日子也会过得非常的艰难，花钱大手大脚，把钱财都给败坏光了。2. 食指弯曲。一般长时间工作的人会导致食指弯曲，多半干的都是苦力活，需要常见用手劳动。如果一个人食指是紧贴着中指，则说明这个人的守财能力很好。相反的，食指向外弯曲，则是破财的特征，说明这个人只能是任劳任怨的工作，注定要过穷苦的日子。3. 漏财纹。看漏财纹的区域，主要是在食指与中指的连接处，如果下面有掌纹直达这里，一直到两指的间隙之处，这就是手相书中所说的漏财纹。大体有3种情况，一种是从事业线上直接而来的，另一种是从感情线上过来的，还有就是单独产生的。漏财纹已经明确地告诉了你是一个藏不住钱的人，不能聚财。4. 生命线断断续续。生命线断断续续的人，在金钱上容易跟人纠缠不清，与人相处会出现问题，建议用一些吊坠来增强人际和谐，不然可能会有破财消灾的事情发生。现实生活中没有自信，处事态度不够端正，体力不好，生命力不强，有贵人相助，但是本身运势很弱。
生活单调无奇，没有生活情趣可言，耐心不足，自卑消极。中年起身体逐渐出现问题，会花费一大笔钱在于健康上面，生殖能力弱，子嗣较少。影响财运的手相有很多，以上只是列举了其中几个，跟大家做一个介绍而已。小酱汁自己就有其中的一个手相，但愿大家就不要再有了。生活中我们每个人都会有一个潜意识的动作，而这些动作是我们最习惯也是最舒服的动作。比如睡觉，有的人喜欢趴着睡，有的人则喜欢侧着睡。同样，我们每个人的握拳方式也有所不同，我们往往可以从一个人握拳的习惯来看出他的命运。那么究竟该怎么看呢？今天小酱汁就和大家说说。一、握拳时拇指放在最上方，这种人大多非常的有远见，很有自己的见解和想法，行事作风也跟别人非常的不一样，目标感非常的强，从来不会为了一点蝇头小利而忘记自己的理想，凡事都喜欢规划的有条有理，有胆有识，敢闯敢干，行事稳健又不缺冒险精神，时刻能够保持清醒的头脑，处事冷静而理性，做事踏实努力，不喜欢投机取巧，不论是事业还是生活都会非常的不错，命中注定是个富贵之人。二、握拳时拇指藏在拳心，握拳时有这种特征的人一般祖运不佳，出生比较的频繁，在事业方面缺少好的资源和人脉，家中也不能为他们提供太多的帮助。不过这种人大多非常的努力，也很有才华，往往能够凭借着自身的奋斗而获得不错的收入和生活。虽然前半生过得比较辛苦，但是通过奋斗，后半生慢慢会变得越来越富裕。三、握拳时拇指放在侧面，拥有这种特征的人大多做事非常的努力，虽然开始时运气不太好，生活会比较拮据一点，会短暂的穷一段时间，但是靠着自己的努力，事业也会慢慢开始好转，赚钱也会越来越轻松。不过这种人虽然挣的比较多，但是需要花钱的地方也比较多，所以经常都会觉得钱比较紧张，不太够花，但只要熬过这段时间，就会变得富起来，能够积攒下丰厚的家底儿。四、握拳时拇指向上翘，握拳时有这种特征的人大多命格都比较的中庸，一生既不会太富，也不会太穷，属于我们之中的大多平凡人的类型。这种人对待生活的态度非常的乐观豁达，也没有什么野心，喜欢追求安稳的生活，只要是自己喜欢的事情都非常的在乎和用心，也舍得投入时间和金钱，也很会照顾和体贴关心人，懂得照顾身边人的感受，人际关系较好，能够受到身边人的好评。不过如果想要有好的发展的话，一定要努力尝试，去挑战一些新鲜的事情。以上这4种握拳方式，你是哪一种呢？除了握拳，我们每个人的手都有一定的特点，不同的特点有着不同的命运。接下来小酱汁就和大家具体说说。一、手指较长，从手指长短来看财运，指头又长又直且不偏斜的人，属于白手起家的类型。他们凭借自己过硬的专业技术吃饭，严谨慎重的做事风格使他们擅长从事数据分析类的工作，一般与一本万利型的财运无缘。他们操作能力强，又智慧勤奋，如果从事银行、证券等方面的工作，或者高新技术行业的话，会收获较大成就。如果是指关节弯曲或突出明显的人，需要注意改掉自己心急浮躁的性格，否则容易在工作中出现失误。二、手指较短，手长大而食指短的人，手大兜，肉多柔软，这恰恰是用脑过多用手的特征。这样的人外表憨厚，但是却有着敏锐的商业眼光和头脑，他们内藏精明，不会拘泥于眼前小利，做事不拖泥带水，一旦目标明确就会咬定青山不放松。如果是手指短但是非常瘦削的话，说明此人缺乏上进心，在工作中这样非常不妙，所以一定要提高自己的学习能力，调整自己积极向上的心态。三、食指弯曲，骨节暴露。如果一个人手指弯曲，骨节外露，则是身心劳累的命理特征。古语有云，食指偏斜劳碌命，骨节暴露愁心人。这样手相的人大都辛苦劳累，忧愁多虑，当财富机遇来临的时候，要紧紧抓住它，切忌张扬高调，花钱无度，让自己再次沦落到贫困潦倒的境地。四、拇指，
拇指代表父母、祖上，拇指圆润厚实的人可借父母之力成就自己的事业。最可贵的一点是，他们的消费观特别务实，不会把钱花费在过度享受的事情上，比如锦衣玉食，在他们看来这是极不实际的。这样的人属于务实派，生活风格简单干练，不喜欢玩弄心计；而大拇指平薄或者上下粗细不均匀的人，喜欢追求刺激，接受不了一板一眼的生活，没有耐心，贪图享乐。5. 食指。在手相学中，食指通常代表着一个人的权力欲和进取心，所以食指较长的人大多性格强硬，上进心旺盛，霸气十足，容易得到权力。但是食指跟中指一样长的人好出风头，财大气粗，就算赚得多，花钱的速度也更快，很难攒下钱。所以这种人要控制自己挥霍的欲望，改变自己的消费习惯。6. 中指。五指中，中指最长，而且位于中心位置，象征着人的命运。以圆润直长的指形为上，代表着此人事业、钱财、婚姻生活都有很好的运势。而中指过短的人的运势，则要按具体情况具体分析。中指过短且偏向食指的人，对事业比较执着；如果偏向无名指，则对家庭更加看重。如果粗细不均匀，则代表此人缺乏耐心，容易冲动。这种人需要锻炼自己的耐性，做事稳重，才会有所成就。7. 无名指。无名指则代表着一个人与配偶和家庭的关系。如果偏向于中指，意味着此人对家庭有着很强的责任心，乐于奉献，家人会得到悉心细致的照料。如果偏向于小指，表示会对子女付出很多，到了晚年会得到子女妥善的照料。如果无名指跟中指一样长的话，代表此人看重输赢，喜欢投机性较高的理财方式，对炒股、房地产等投资很感兴趣，需要学会谨慎思考问题，以求规避风险。8. 小拇指。小拇指代表与子女、晚辈的成就大小，小拇指特别短小、弯曲的人，子女难有太大成就，自己会为子女费心伤神，心力交瘁。小指长顺圆润的人，社交手段高明，办事能力强且很有魄力，想要的东西都会得到。此外，小指也代表着我们每个人的口才与艺术天分，通常被相学家称为第二根拇指。许多艺术家的小指都比无名指的第一指节长，他们思维活跃，灵感不断。9. 手掌纹理细。如果一个人手掌上的掌纹纹理非常细的话，这种人大多内心非常的敏感，心思细腻，有着很强的洞察力。由于太过心细，特别的喜欢斤斤计较，经常为了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儿闹得沸沸扬扬，人尽皆知。而若是掌纹的纹理较为杂乱的话，这种人一边比较的热心肠，心态乐观坚毅，遇到困难也会想尽办法的去解决，非常的有上进心，属于那种闲不住的类型，爱帮助人，人缘非常的好。10. 手掌硬。如果一个人的手掌长得非常硬实的话，这种人一般身体素质好，体力充沛，为人也特别的老实可靠，做事儿非常的实在，比较注重实际效益，不喜欢追求那些虚头巴脑的东西，是个实干家，也是典型的居家小能手，感觉什么都会，特别的适合作为结婚对象。而手掌较软的人一般很有艺术天分，比较注重精神方面的享受，思想比较活跃，但是缺乏上进心，追求安乐的生活。11. 手掌厚。如果一个人的手掌厚实的话，首先会给人一种比较踏实的感觉。不过这种人大多非常的自私，凡事都喜欢以自我为中心，只关心自己的利益，心性非常的冷漠淡薄，对别人的苦乐总是漠不关心，做事不近人情。而手掌较薄的人大多会给人一种非常瘦弱的印象，不过这种人却很懂得为他人着想，懂得站在别人的角度上去考虑，很有自知之明，尊重他人，人缘很好，遇到困难时常有人出手帮助。12. 手掌宽。如果一个人的手掌较宽的话，这种人大多生性好动，精力充沛，浑身充满了能量，在工作和生活中都非常的活跃，存在感特别强，而且做事坚持，但是玩心过重，容易不务正业。而手掌较窄的人一般为人非常的死板和固执，做事不会变通，凡事想得太多，行动力不足，而且也比较盲目，容易一条道走到黑，
难成大事儿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，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，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，我们下期再见。